邪的，是前阵子掉沟里那个吧？鬼啊！闹鬼了！哪是什么鬼，就是个走丢的小娃，一个小女孩哦。会不会是哪家不要了？沾上手就甩不掉喽。别管了，先去喊支书吧，咱们别碰。一群大老爷们站着看热闹。桂英，这娃来路不明，别惹麻烦。麻烦？我这辈子麻烦还少了，不差这一个。站稳了，再滑下去我可不捞第二回。刘桂英，你再回去可别后悔。别哭了，跟耗嫂似的，快吃。城里来的娇小姐，吃不惯我这粗糙玩意儿，饿狠了，狗屎吃起来都香。这不是给你吃的，这个要留着换油盐酱醋。咱们一会儿吃这个。看我干嘛？我脸上有蛋啊！这蛋先挂账上，到时候找到你爸妈，让他们还我。你也吃？我不爱吃这个，你自己吃。城里大小姐哦，没过过苦日子，这么好的东西倒要扔。原来他在说谎，他不是不爱吃，只是让给我吃。吃完收拾好，今天带你找你爸妈去。来点冰水。我不喜欢喝甜滋滋冰牙齿的玩意儿。你自己喝，一滴都不准浪费。你是否还记得爸妈的名字？是否还能想起其他的亲戚？桂英，这妹子肯定是爹妈不要，故意扔掉的。你莫费心去找人了，白费功夫。要是个男娃就好了，这样相当于老天爷送你个崽，你养大以后给你养老。找不到你爸妈，就送你去保安室。要实在找不到人，我们会把孩子送去福利院的。早知道就不给你吃好的喝好的，做了个亏本买卖。他们会帮你找爸妈的，我家里还有很多活，没时间浪费喽。阿姨，我给你当女儿好不好？阿姨，你当我妈妈好不好？孩子，我先带回去，再帮他找找，实在找不到了再送过来。也行。桂英，你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再带个拖油瓶，以后更嫁不出去了。那些男人都嫌我是个瘸子不能生，我也嫁不了什么好对象，干脆不相了。以后我带着娃娃自己过。我有1亩3分地，又不用伺候男人，不结婚日子过得还好些。真的会做美梦，一个不能生的瘸子，养一个没人要的野种，这日子能好到哪里去？之前让你嫁给我娘家哥哥，你还嫌弃，现在你带着拖油瓶送上门，我哥也不好要了。我就是一辈子单身，也看不上这样的垃圾。你倒是嫁人了，孩子生一串，可你老公1年到头不着家，也不给你钱，这样的男人要来搞沫子，供起上香啊！那我有人要有人娶，不像你，相了几10个都嫁不出去。妈妈，为什么有人掉进淤泥里浑身是泥，不赶紧上岸，反倒四处吹嘘这水沟气味好闻？这是为什么呀？可能是怕别人抢他屎吃。屎有什么好吃的？是啊，屎有什么好吃的？有些人口味重，咱们不学。你想好了没？养孩子不是小事儿哦。
上了户口，你以后要管他吃喝拉撒，还要管他读书认字上学的。你说什么？大点声，我听不清。好，好，好，上。叫莫子明，你想好没？跟我姓，姓刘。刘什么？说了姓刘，是我聋还是你聋？我的女儿不跟我姓，难道跟你姓？叫刘珍珠，要不？要得，刘珍珠这名字蛮好。冰水5分，麦芽糖1角。我养你就是为了以后老了有个依靠。从今天开始，给你花的钱我一笔笔都会记着，等你长大了要10倍还我，晓得不？好，我100倍还给你。我以后给你建房子，让你睡席梦思。哼，你嘴巴里能跑火车。我把你养大，等我老了，你能给我一口饭吃，给我一片瓦挡风挡雨，我就满足了。双抢要开始了，家里活多，你在家老实待着。怎么办？火烧这么大，你还往里钻？贵妃，你也是不要命了！珍珠的头发烧没了，好在脸上没事儿。你个花商子，火是你随便玩的？要不是我回来的早，你烧的就剩一具干尸。下次还玩火吧？还玩不玩？我怕你回来饿，我想给你煮饭。我错了。孩子也是好心办了坏事，万幸人没有受伤，以后多注意。这次也算是长了教训。大家都来搭把手，帮桂英收拾一下。孙大汉，你还记得不？上个月你们见过一面，当时他仔突然肚子痛，他就赶紧回去了。人家对你还是有意嘞，所以今天一早又过来了。上回我就相中你了，因为咱生病，加上最近搞双毫就耽搁了。稻子一收完我就来找你了。哎呦，孙大汉真是个好人，桂英生不出崽，你也不嫌弃。我有儿有女，桂英你要想生，咱们再生一个；你要是不想生，他们也会认你当娘。我现在也有个女儿。要是你亲生的，多养个女儿也没什么，但她是你捡来的，今天又差点把家都烧了，一看就不是个好养的。我们要是在一起过日子，还是得把她送走。才来几天，就差点把你家烧了。珍珠妹子，看来跟你不合。孙大汉是个难得的对象，错过这村就没这店喽。你腿脚不方便，有个男人搭伙过日子，还是要好得多。这孩子你费心费力养了这么多天，趁着户口还没上好，把他送到福利院去算了。你把我送到福利院去吧，我在那里也能吃饱穿暖。你有空的时候来看看我就行。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我妈妈，是我自己选的妈妈。你都跟我姓刘了，还想去福利院吃香的喝辣的？欠我的钱没还清就想走，门儿都没有。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你留着用。孙大汉这样的男人，方方面面配他都绰绰有余。多少做娘的为了过好日子，连亲生子女都舍弃了。他为了珍珠宁愿单身，老天爷不会亏待他的，善有善报。什么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？我看是蠢有蠢报。哪里来的不长眼睛的鸟？烧厨房记50，下次再敢把家烧了，我就放你在火里烤成人肉干。山上路陡，王大伯都摔断腿了，你别去。你马上要读小学了，我得给你攒点学费。你娘在这里活了30几年，她能下来？你别添乱。养母留下了我，但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。那段时间有药材商来村里收野生黄金，价钱给的不错。
不过这种药材长在500-600米的山上，山路陡峭难行。之前村里王大伯就摔断了腿，养母跛脚更是不便。那我不读了，村里好多女娃都不读。闭嘴！不读书，你以后跟我一样，一辈子待在这山沟沟里。瞧瞧这黄精大的，再过2年就要成精了。今天发了洋财，去扯2块布，做几件新衣服穿穿。你这身上的衣服全是洞，该换换了。这衣服穿起来凉快，这钱要攒着给珍珠读书。她一个妹子，给她吃喝养大就可以喽。读那么多书做什么？将来反正要嫁人的。那不行，读了大学才能赚到大钱，将来我老了才能享大福。读大学，好搞笑。咱们村里连伢子都考不起大学，她一个爹娘不要的妹子还想考大学，真的是做春秋大梦。你不用管别人说什么，只要你将来能进高中，能考大学，我砸锅卖铁也会供你的。冰棒、冰水、冰水、冰水棒、冰水。给我女儿来根2毛的牛奶冰棒。钱攒起来比登天还难，花起来却像倒水一样容易。把脑壳抬起来，搞成近视我没钱给你配眼镜，还要换个大灯泡，电费又要涨。别人的女儿都是摇钱树，我养的是吃钱树。妈妈，等我长大了给你买电烤火炉，有了那个，整个屋子都是暖和的。那得费多少电？你有钱烧得慌啊？我从小冻大的，不怕冷，养你还是有点好处。小孩子火气大，夜里靠着你睡，暖和多了。我要机关枪！我要机关！我不要新衣服，我就要接连发枪！你说过我10岁你会送我生日礼物，你现在就送！你上个星期刚过完9岁生日，离下一个生日还远着呢，再唧唧歪歪，那就屁都冒的。你什么时候过生日？你什么时候过生日？我不知道，生父母从来没有给我过生日，我不知道自己生在哪一天。没事儿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来决定你什么时候过生日，就今天吧。年边上过生日，不缺吃喝，热热闹闹的。走，我先带你去吃碗面。细妹子今天过生日啊，婶子免费送你个长命百岁蛋。这是长寿面，一根儿都不能剩。桂英，你这是赚了多少钱啊？吃上牛肉面加鸡蛋了，明天日子不过了？咋的？你男人过年回来没给你钱，你连碗牛肉面都吃不起。这样说来，嫁人也没什么好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卖牛肉的摊位在那边，你快去看看。妈妈，那好像是个坏人。哪个坏人那么大胆，在这样闹市抓小孩？那孩子不哭也不闹的。他没穿鞋，没穿袜，肚子也露在外面。坏人抓坏人，弄错了也比放过好啊！坏人抓坏人，弄错了也比放过好啊！你刚才一走，那个坏婆娘就想拎你东西，我就赶紧给你藏起来了。吃点热乎的，暖和下身子。先穿着，别冻着脚。小朋友，你家住哪里？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？这可咋办？我养不起2个细崽子。二宝比我更娇气，他不吃红薯饭，养母只能煮白米饭。他一口气吃了3大碗米饭，2个鸡蛋，把养母吃得脸色发白。村里人都来看热闹，不管谁逗弄，二宝始终不发一言。
他还以为捡个儿子养老，没想到是个哑巴，看着脑壳也不灵拓，估计也是被家里扔掉的。这娃儿不会说话，又这么能吃，桂英，你带着他，就真的再也嫁不出去了。我养珍珠一个就够了，哪儿养得起这么多？二宝的爸妈肯定会来找他的。要是你爸妈来找你，一定要让他们给5000块给我妈妈，连我的那份一起给，知道不？闭嘴，胡说八道什么？睡觉。200，给你200。我给了你500，你自己要吞300。是个哑巴也不要紧，只要将来能生孩子，延续我李家的香火就成。滚！他是孩子，不是什么猫狗。你又傻又坏，就跟茅坑里的蛆一样，浑身恶臭。好，送上门的钱你不要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养2个孩子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文斌，爸爸找到你了，爸爸找到你了。爸爸，不行，等下折桂英妹子的寿。5000块，给5000块。 5000不够，给5万都是应该的。我来的匆忙，身上就这点现金，你先收着，不够的我取了再送来。老板，其实昨天救孩子我也帮忙了的，这钱也应该分我一点。坏人要卖我！你也是坏人，正好保安室的同志也一起来了。没有的事儿，我是良民，这钱我不要了。救下孩子本来不应该图回报的，但我家条件实在有限，我就收这500块，给珍珠买身新衣服，多买点肉过年。正好到饭点了，留下吃个午饭吧。家里没什么好菜，都是现做的。珍珠，你吃，叔叔不爱吃腿。好多年没吃柴火饭了，我妈还在时，我一回去，她也给我炖鸡。桂英妹子，你要是方便的话，能不能帮我看几天文斌？我给你31天的工钱，他吃的用的另外算。不用给钱，珍珠正好也缺个伴儿，就让他在这儿待着吧。原来二宝的爷爷正在医院抢救，身边随时都需要亲人守着。可年前照顾二宝的保姆辞职了，二宝性子有些孤僻，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人看孩子。没见过这么蠢的堂客，人家要给钱他还不要，白给人带孩子，自己还要贴米贴肉。你们懂墨子，闭嘴吧！桂英说不定以后有的是好日子。我倒要看看，他这种把钱往外推的人能过什么好日子。桂英姐，你一定得收着，这东西不能退。你要是不收，老板那边我没法交差了。你平时帮我相看对象，我心里一直记着你的好呢。谢谢。那个陆老板现在是个单身，多好的机会啊！你趁这个机会把他搞定，以后当老板娘。姐姐，你可真敢想，我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想都不敢想，那才是真的癞蛤蟆。你信我，你配得上。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，不想吃天鹅肉的蛤蟆不是好蛤蟆。我做了那么多年媒婆，那些男的自己长得跟坨屎一样，还想娶林黛玉那样的美女。平社子他们敢想，我们女的就不敢想。我开玩笑了，村里的男人都瞧不上我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些男人只看你能不能生，但是反而是那些有钱的男人，有些追求什么心灵美，
跟村里这些男人不是一个层次。试试，你去试试。二宝性子孤僻，不和村里孩童来往，唯独黏着我，事事听我话，出门总跟在我身后，就算被妈妈责备，他也不吭声。摇钱树要被接走了，刘桂英的好日子到头喽！爸爸，送你。好，他妈妈临走前让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她。桂英妹子，我有件事想求你。桂英妹子，你愿不愿意去我家做保姆？只要照顾华文斌就行，1个月我可以给你开600块钱。我腿脚不好，听力又不行，这些都不是问题，孩子跟你亲就行。但没人帮我看孩子。没关系的，妈妈，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。没关系的，妈妈，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。孩子肯定也要一起去，他性子内向，难得能找到一个伙伴。你放心，孩子读书的事儿我都会安排好，各项费用也由我来付。以后住在一个屋檐下更是机会，你要把我叮嘱你的话记在心上，晓得不？桂英是好人有好报。珍珠也是个有福气的妹子。珍珠进门后，桂英的日子是越过越有盼头了。陆老板，桂英这个人欺负你不懂行情，不厚道，做个保姆哪要1000块1个月的工资？你给我5001月，我保证帮你把孩子带得好好的。平时我对你家儿子可好啦。桂英又聋又瘸，要是有客人上门知道你找了个这样的保姆，也丢你大老板的脸啊。他对你好不好？呸！坏蛋！不可以这样，不礼貌。桂英妹子很好，文博也喜欢她。我的钱怎么花，也还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。桂英，把握机会，把握机会呀！他有点呆哦。他不是傻子，他聪明着呢。我是他姐姐，你们不许欺负他。下次他们再说你，你就跟他们说，不能这样说别人，这样很不礼貌。现在对我说一遍，不能这样说别人，这样很不礼貌。大点声，大点声，没事的。不能这样说别人，这样很不礼貌。班里有人说他，我教他怎么怼回去，不能吃亏。对，应该这样。文斌，你是男子汉，以后要保护好自己，还要保护好珍珠妹妹，知道吗？你和珍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，菜钱不够，我再给你加。这钱是怎么回事？是我花太多了吗？我都有记录的。你1个月就花了2/3的菜钱？对啊，我货比三家，绝对没买贵的。桂芬妹子，你误会了。以前的保姆，我给的菜钱经常还不够花，以后不用记账，我信得过你。我记习惯了，在珍珠身上花的钱，我都一笔笔有记录的。等她以后长大了，要10倍还给我的。美少女战士贴纸1块，桂芬妹子，你进了城也舍得给珍珠买这不实用的东西了？她眼睛都落上面拔不下来，别的戏家们都买了，就她没有，那还能咋办？给她买呗，反正到时候要10倍还我，我总是不吃亏。这都是珍珠应得的。文斌现在越来越活泼，前2天还说交到了新朋友，多亏了珍珠。你怎么会找到这里的？你之前给村支书寄东西，包裹单上有地址，我记性这么好，看一眼就记住了。我都到门口了，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这是雇主家里，不方便。我请你去那边吃个饭吧，去外面吃饭多浪费钱啊！陆老板家啥都有。
我听隔壁的人说，陆老板这2天出差不在，这家里不就是你当家做主？我们夫妻俩陪孩子过来看病，医院就在这边不远。晚上医院只让留1个人，就让我男人在你这沙发上将就一晚吧。你们干什么？绝对不行！你们不能进去。陆老板又不在，我们都是一个村的，你难道要看着我男人露宿街头啊？刘桂芬，你现在混得好了，不想惹我们这些穷亲戚了呗？你的心肠怎么这么硬啊？陆哥，不是说周5才回吗？事情谈好了，我就提前回来了。陆老板，咱们都是熟人，我孩子生病了。我不是菩萨，没那么多好心，赶紧离我家远点，还不快滚！早知道寄东西的时候就不留地址了，是我不好，把他们招惹来了。不是你的错，你能拦着不让他们进门，已经尽到了本分。我懂你的难处，你以后还要回乡里碰面，有些事不好做太绝。以后这样的恶人我来做。他平时待人态度不好，半点不顾咱们乡亲情分。3岁嘴说你跟陆老板有一腿，是真的不？3岁嘴说你跟陆老板有一腿，是真的不？天天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你把他搞定没？你听他胡说八道。陆哥对外都说我是他老家表妹，说珍珠是他侄女。你个不中用的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哎呀，我恨不能自己上。都是想跟你处对象的，你瞧瞧，有看中的不？不生孩子也没事儿，我会把珍珠当亲生妹子看的。彩礼我愿意给2000，我给3000，我给5000。我一个人带着珍珠，不晓得多自在，不想再伺候男人。就是他们非要来求我，我也不好砸了招牌。你就专心搞定陆老板，这些猫啊狗的，我自然会给他们安排合适的对象。你今天看到那些男人被我拒绝后的脸色了吗？以前他们嫌弃我是瘸子聋子，现在轮到我嫌弃他们了。做人啊，尤其是我们女人，还是要自己能赚钱，自己赚得到钱，谁看了你都敬你3分。就该种菜，这么好的地别浪费了。桂英这个妹子，我一看就喜欢。病人是脑溢血，幸亏送来的及时，不然恐怕……桂芬，幸亏有你，多谢你，你救了我家2回。我妈和老婆都走得早，我只有我爸和我儿子2个亲人。要是再没一个，我都不知道这日子要怎么过。陆哥，这是你自己挣来的福报，是你鼓励我学车，又让小王教我，又让我拿家里的车练手。要不是你好心，也没有老爷子今日的好报。爸爸别哭了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给你养老送终的。别说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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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爸这辈子就靠你了。上次我倒在地上，多亏珍珠眼疾手快，用背顶我一把，我后脑壳才没磕在地上。要是当时磕一下，今年清明节你们就要给我上香了。这细妹子不作声，我后来看她脑壳顶上乌青乌青的一个包，半个月才消。在我初2那年，陆爷爷还是走了。您帮我瞧着灶上的火，等铃声响了就关掉。嘘。霞儿走的那天，我在出差，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着。她那时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，是个女孩。要是活下来，应该跟珍珠一般大。我每回想到她，就觉得跟那些女人结婚没什么意思。这世上不会有第2个霞儿了。珍珠，如果你以后长大了要找对象，就找你陆伯伯这样的。他本身就是个好人，别找那种浑身缺点却对你好的人。对你的好会消失，但他本身的优良品质却是刻在骨子里的。你千万不能喜欢文斌，他是你哥哥，晓得不？
我才不喜欢他呢。二宝越来越高冷了，一点都不像小时候那么可爱。我和二宝上高一那年，陆伯伯生意遭遇危机，债主纷纷上门讨债，他整日愁得焦头烂额。桂芬，我是不是欠你3个月的工资了？家里这段时间的菜钱也是你垫的吧？我这一关怕是过不了了。这房子要不了多久，银行就会收走了，咱们都得搬家。我恐怕不能再顾你了。陆伯伯，这些你先拿去用，我这段时间能去做兼职，还能再赚点儿。要你去赚什么钱？爸，你别担心，我现在长大了，以后我赚钱养你。你们都是好孩子，但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好好读高中，考个好大学。本来想着好好打拼，给你们多留点钱，以后你们也轻松点儿。现在倒好，非但帮不上你们，说不定还要拖累你们。不要说这些，你给孩子们留了很多东西。你心善，性格好，工作努力，有时间就陪他们。2个孩子性格这么好，都是跟你学的。这些东西难道不比钱重要？莫说丧气话，你这么有本事，肯定能跨过这个坎儿。这些年我和珍珠吃的、用的、住的都是你出的，你给我开的工资、给的压岁钱我基本没动过，零零碎碎的也有30来万。别墅要是被收走了，咱们出去租房子，2个孩子读书的开销就从这笔钱里出。陆哥，你放心，不管你要多久才能过这个坎儿，这个家总是不会倒的。我这2天得空了就去外面看看房子，至少得找个3室的大房子，或者2层楼的民房也行。桂芬妹子，这可是你的养老钱。我将来要是供出2个大学生，未必这2个崽子不给我养老。他们要是敢，看我不拿把菜刀把他们2个剁碎喂狗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桂英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从6岁到15岁，我和陆伯伯在一个屋檐下待了将近10年，他从来没把我当成佣人的孩子，待我和二宝没有区别。阁楼里都是伯母生前留下的东西，陆伯伯舍不得扔，是他的私人空间，养母日常几乎不会打理。既然想着要搬家，这些东西也得归置一番。我们忙活了一整天，收拾出了不少东西。我刚看了下，这里面好像有一些邮票，还有以前的一些粮油票证，还有什么股票单什么的。咱是不是能用这些换点伙食费？伯母是个爱收藏的人，她曾跟二宝说，这些不是纸，是历史的印记，是历史留下的车辙。谁能想到呢？厚厚的集邮册里藏着许多绝版珍稀邮票，而那张原始股是当初陆伯伯夫妻2人赚到人生第1桶金，1元1股买的，整整1万股。而10几年后的今天，这只股票上市了，翻了240倍。如今这1万的原始股价值214万了。陆伯伯四处奔走，兑现了铁皮盒子里的所有票件，那些薄薄的发黄的纸换成了一叠叠崭新的钞票。做工程的断了现金流就是差一口气，如今这口气续上了，项目得以重新运转，银行那边的态度也变了。危机度过，陆伯伯抱着铁皮盒在葡萄架下嚎啕大哭。这些日子他四处筹钱，尝遍了人间冷暖。看到没？这就是男人一心一意的好处。你爸这些年要是再娶后妈，你妈留下的这些宝贝说不定就当破烂都烧掉了。你妈多爱你啊，留这些东西下来就是想到有这一天，怕你过苦日子呢。他很爱我，我知道，我一直知道的。伯母走得早，二宝很少提起他，可他心里一直都知道妈妈很爱他。陆伯伯熬过寒冬，东山再起，这次毁灭性的打击让他吸取了教训。他有了钱，不再全部投进工程里，而是拿一部分出来买资产。二宝名下有不少，我和妈妈名下也有几处。咱们现在是没有血缘的家人。有了这些东西，哪天我生意再有挫折，咱们一家人也不至于露宿街头。这些房子商铺，就算是我给珍珠的嫁妆。我们在这个屋檐下待了1年又1年，
早就是彼此分不开的亲人了。妈妈偶尔还是会带我回老家，外公外婆的坟还在乡下，总要回去祭祖的。村里有了很大的变化，一栋栋楼房拔地而起，外面光鲜亮丽，走进去里面全是水泥墙面、水泥地、纯毛坯。村里大部分女孩子都是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，等到20出头，家里就安排相亲，大家差不多都是这样过来的，没有人觉得不对。这年头结婚了还能离婚呢？你要是结婚了，说不定就是免费给人家当保姆。你现在每个月还有钱拿，多好！珍珠妹子越来越大了，成绩又好，你也没必要再找了。就这样带着女儿过，又自由又开心。自由的风要吹到闭塞的山村，总是需要更多的时间。但风一直在吹，总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走出去的。我们不能总等着别人来救，最重要的是自救和自省吧。后来2年，陆伯伯生意做得挺不错的，给我和二宝酷酷砸钱上各种补习班。二宝考去了复旦，而我超常发挥，上了华东师范。录取结果出来后，养母带我回乡祭祖，碰到了三婶一家吵架。你们答应过我的，只要我考上就让我去读。我现在考上了，你们为什么说话不算话？谁想到你真能考上？村里人嘀嘀咕咕说，盼弟为了考高中，不知吃了多少苦，每天要干许多家务活，一边放牛一边读书，有一次还掉到河里，差点淹死。不知养母怎么跟三婶谈判的，后来她资助了盼弟。你不是跟三婶不和吗？那是我跟他的事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他既然想读书，有这个本事，怎么能断在这里？那你会让盼弟10倍还你吗？这是做好事积德，我不求回报。那你要我10倍还你？你跟他能一样吗？你是我女儿，将来当然要孝顺我。咋的？你不想还啊？我看看你欠我多少钱。还，100倍还给你。养母是个大骗子，从很多年开始，她记账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这2年都快忘了账本这事儿了。这要真的翻出来，后面都是空空如也。这一场戏啊，我还是继续陪她演，演上一辈子好了。